大家好，我是宏达，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天聊一下新手摄影跟新手小白常常会遇到的一个如何快速能够提升你照片质感，甚至是拍的与众不同，甚至拍出有电影感的一个小配件哦。通常我们在遇到摄影初学者或者是我学生都会问我一件事：老师，我明明看到这个摄影师他去这边拍，我也到这里拍，我也照他的参数拍，为什么我没办法拍出他那样的画面？是不是我修图不够好？是不是我今天在拍的时候，我技巧不够好？那通常我都会看一下照片，我发觉，好，这个有用一堆滤镜，那你有考虑用滤镜吗？老师。滤镜那什么？那不是买镜头的时候就一块 UV 滤镜放在前面，然后只要买这样保护就好了吗？No，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今天有面临到这样的状况，那我不得不跟你讲，如果你想要拍的与众不同，要有电影感，甚至想要拍的更有质感，你真的需要买一组滤镜组哦。那这种滤镜组它包含了3种类型，第一个是 CPL， 第二个是 ND 滤镜，第三个是黑柔焦滤镜哦。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这3个滤镜的差异哦。那学生们通常都会问我，或是摄影新手都会问我，老师那这3个滤镜一定要买吗？我是不是后置就可以？当然后置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像你要拍一些比较特殊的场景，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消除反光，你要让画面更加流失，你要更加的有电影感，建议你真的需要买这样的滤镜，因为这3种滤镜对应了不同的场景，甚至可以叠加使用。我一开始我在拍照的时候，我也面临到跟大家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滤镜我买个 UV 了，我保护了我要拍高反差的画面，在夕阳日出的时候拍天空爆掉，那没办法，那我要怎么办？那我就买个渐层。那买完渐层之后，发觉其他影像都不需要。没有，我跟你讲，其他更加需要。那我们先来一个一个聊。大家有看到我们刚刚用 ND 滤镜来拍的效果吗？跟 CPL 拍的效果吗？还有用黑柔拍的。那我刚刚展示给大家看的。第一个我们来聊一下我手上刚好有一组新的Sunpower 新发表的那个滤镜组这一块是 CPL 加 ND 是可变的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就发觉它透光度会不太一样。然后呢，再过来这一片是黑柔焦的镜片再过来一片是 ND 的镜片，等我一下ND 镜片有没有发觉它特别黑？画面上都不太一样它总共这一次有推出了蛮多我们当作聊天用这样子的滤镜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它有一些磁吸，它本身是一些磁吸的部分它有提供很多的磁吸环的部分我们把它拿出来，蛮多组的这个是它附的包。那我们来先透过这一些镜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总共有应该说是总共有7组的镜片。7组镜片，这还可以再裁你会发觉这可以裁。我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跟大家聊一下如果你要拍照，最基本可以先买 CPL 这个滤镜。为什么可以买 CPL 这个滤镜？因为 CPL 可以帮你消除反光。那消除反光什么叫反光？就是因为我们在拍玻璃，有些玻璃物品的上面，或者是你在拍一些建筑或风景的时候，甚至你拍海边的时候，因为光线这样照下来，那它折射到相机的镜头里面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反光层面的部分出现，然后甚至是那些光线打下来，会让你的色彩没有这么的漂亮。然后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透过一片 CPL 去把原本的太阳光折射掉，让它的近色反弹掉。反弹掉之后呢，它不会进到我们的镜头里面，让你的成像第一个可以消除反光，第二个是可以有更加的丰富的色彩表现。然后尤其是你在拍一些像是所谓的电视、所谓的玻璃、所谓的海平面
这时候会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你在拍玻璃物品的时候，你透过一层玻璃去拍外面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其实都会反射。那有的人会利用一个方式盖一块黑布，那是晚上可以的，或者是去折。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你就直接上 CPL。那 CPL 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它透过转。那你只要看到照片中你的相机成像中是有把这个东西折射掉，就用那个角度去拍。那我们第二个聊的就是 ND 滤镜。ND 滤镜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你就想你今天把相机镜头前面套了一个太阳眼镜，帮你做遮光的效果。那遮光效果里面它有分 0.3 到 3.0 这样的参数都有。那我手上这一款是 1.8 到 2.4 这一款，就发觉两个的透光的程度也不太一样哦。ND 滤镜的效果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要拍要拉丝的这种画面的时候，就是你要把水平面拍得很柔很柔，甚至是瀑布式长瀑一个流程性的感觉的时候，这时候真的需要透过 ND 滤镜。那 ND 滤镜它也可以帮你消除反差这一块哦。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白天的时候天空太亮的时候，你把 ND 滤镜装上去，它可以帮你消除，但是不像渐层一样可以消到这么100%哦。那原理上就有点像你在车子里面，它有贴了一层的防晒的膜的时候，然后透过那样子去看外面的天空，你会发觉天空通常都是更蓝，甚至是没有那么高反差的状态下。ND 滤镜在什么时候还有用呢？就是你在拍人像的时候，我们透过 ND 滤镜来进行把快门压在200以下的时候，让闪光灯进行最大出力，这样也用得到哦。那我个人还蛮喜欢带 ND 滤镜的，除了 CPL 以外，我就是会带 ND 滤镜。其实出门我都会带一整组啦。那透过 ND 滤镜，你可以拍出跟人家与众不同的照片，甚至是影片，因为你把你的快门放慢之后，然后你可以让画面呈现一种拉丝的流动感，甚至是一种长瀑的流动感，甚至我拿来拍过，让那个车轨拍出来的画面，而且是白天版本哦。我们跟大家刚刚讲完 CPL 跟 ND， 那厂商其实也蛮聪明的，其实就有人研发出来一种 CPL 又加 ND 的效果，甚至是可变的 ND 镜片。为什么叫可变呢？它可以从 0.3 到 1.5 这样的区间来控制你要的进光量，控制你要的 ND 的画面跟程度哦。然后透过 CPL 之外，你还可以把它去转向反射。所以你现在看到我手上这一个东西，2块加起来，它就是等于一片可变的 CPL 加 ND。你这时候看呢，它现在是最淡的状态下，然后把它调到最深，有没有看到？1.5 到 0.3， 那以前这种可变 ND 大家都不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通常以前的可变 ND， 因为技术甚至你的框的大小的时候，都面临到一个问题是，你在拍的时候它会有十字纹的出现，因为它本身原理的关系会让十字纹出现，那这是无可避免的。那现在厂商也尽量的把这个镜片做大。然后做大之后，透过新的制程、新的镀膜技术，让十字纹的部分比较消除掉。不能说没有，因为或多或少还是有，而且你越广角会越容易面对到。所以商炮这个厂商它把它做到这个尺寸是105可用哦。那105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市面上绝大部分的镜头、超广角镜头哦。如果是雾面的那一种鱼眼或超广，那个是真的没办法，那种要特殊规格，要上滤镜口，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甚至要到150的方镜才会可以使用。那它本身这一款是透过105的口径，可以让你在14端左右，甚至更高一点，因为我手上没有那么多，只有到14哈。然后可以拍出来的画面是基本上几乎是没有暗角，几乎啦。那当然影碟的片数越多它本身的画面就会更容易有暗角。那本身是超广角状态下，有时候你也不要苛责太多啦。那我今天在用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镜片好用，就是如果今天要出去拍照，我只要带这一片，0.3到 1.5， 基本上可以应付掉绝大部分的使用场景了。
比如说你要拍拉丝，譬如说你要拍风景，譬如说你要拍人，譬如说你今天要拍的是一些 CP 要消掉，2合1的镜片其实好用在这里。然后你要录影的时候，你要拍出更有电影感的时候，让动态模糊更加的明显，你还是需要一片可调的 ND， 因为现在的画面的天空的亮度随时会在变，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你要在这个亮度上，你要透过可变 ND， 不然你每次都要拿个 1.8 换一下，而且又太亮了，要再叠，其实是很麻烦一件事。我们最后跟大家聊的是黑柔焦镜片哦。黑柔焦镜片是什么？它其实是你拿来拍电影感的时候一个很好利用的一个镜片。然后它为什么会有电影感？第一个是你在拍影片的时候，或是拍照片的时候，你都希望，应该说拍影片啦，拍影片的时候你都希望有动态模糊，这样可以看起来更像电影的画面一样，会有晃动感，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画面的流畅度，让你觉得看起来假假的。那透过黑柔，你可以把高光晕开，晕得更漂亮，晕得更加的符合拍电影感的感觉。那高光晕开之后呢，它也可以帮你的人像的那一块部分拍出来更加的柔肤，更加的自然哦。那你在拍人像或是拍一些画面的时候，你想要电影感，其实买黑柔就对了。那这边的黑柔它有提供了黑柔1/8到1/16到1/32，这些都可以叠加的哦。那叠加起来就这么简单，靠一上放上去就好。那我蛮喜欢用他们家的黑柔镜片，那大家可以看看我今天拍摄出来的画面成果吧。跟大家介绍完这一些滤镜的差异性跟使用场景的部分，这个就是可以让你摄影新手、摄影小白，甚至是你一个摄影师，能够快速提升成像的质感、照片的质感，然后跟人家拍出与众不同，甚至有电影感的画面。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可以让你使用的利器。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 SunPower 的 GT 滤镜的部分。那这一款 GT 滤镜呢，它本身是SunPower新出的，它本身延续了SunPower一直以来在做的磁吸的系统部分。那它能提供的滤镜跟之前的 N2 比起来，它最大口径可以到105哦。那它一样是磁吸的，我们来看一下哦，磁吸叫什么？那样抠就上去了。我把它放在镜头上面抠一下上去，而且本身磁力超强的，我觉得，而且不怕掉哦。你要说你用力去敲它呢会掉，还是会掉了，可是它真的很强，真的不好拔。我们今天拉着不好拔。为了确保安全，它做的比较吸力比较强一点哦。那这一块是CPL 加 ND 可变 ND 的，然后它也可以堆叠，延续了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个SunPower 的系列的感觉，它都可以不停的堆叠上去哦。把这一块全部堆叠起来会变怎样呢？看一下这种东西片，1、2、3、4、5、6、7片哦，看到没有？它可以叠这么多，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叠那么多啦，叠那么多真的是也不知道拍什么了哈。通常啦，我们出门的时候最多就是我的习惯，我自己习惯拍人，所以我会先叠一片黑柔，然后叠完一片黑柔之后呢，我再上个 CPL。然后来做拍摄的，把一些杂光滤掉的画面的状态下，我个人蛮推荐这一款，它现在开始做预购了。那我们常常要了一个不错的价格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开个团购，你们可以来找我它提供了滤镜组，然后这是它包装新的包装总共7片你是你自己喜欢的程度。如果你今天需要一片能够带出门，然后通用型，而且口径全吃的话，我个人推荐你买这一片 CPL 加 ND 的这个组合，而且是可变 ND 的组合如果你今天只是要拍一个长曝，那你希望接近 ND， 我个人不推荐买到 3.0， 因为 3.0 有时候太黑，2.4 已经差不多紧绷了。然后它这边有提供2.4跟1.8的状态下，然后的镜片组，然后这里的黑柔总共有3组不一样的，那就真的是看你的需求。这些配件其实不一定要这个品牌，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这个品牌是我这一阵子使用下来没什么色偏，然后又提供了大口径，然后又是磁吸，然后你拍出来又会让你立即有成就感的一组东西。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看有没有团购码，我有的话，我再放在下面给大家去做团购哦。今天的
开箱就到这边了，那今天分享也到这边了。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想要快速提升你的摄影技巧，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要帮我按赞、点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那感谢各位，拜拜。